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今天是2026年4月8号星期三。我有设计了一款语音识别转字幕档的一个简单的程序，这是我设计出来的程序界面。上面我会让它显示出我的工作室的名称，然后它的一些相关的资讯。一开始我本来是设计成要翻译我制作出来的影片，然后让它识别出音讯，制作出中文的字幕档。然后后来一想，做自己的影片应该是没有人会看的，所以我就把这一款先设计成可以识别日语的发音，然后制作字幕档。这一款最主要它的优点就是免费的，问题就是目前的效果不是很好。那因为要录影片，所以我先把它截取一个15分钟的影片。那我会故意拿这一个影片，就是第一，它的名称比较长，而且都是日文的，这个整个连起来会很长。然后我把它设计成拖曳进去就可以使用，或者是可以先像这样子打开，然后再将影片拖曳进去就可以使用。那我们直接把影片拖曳进来，它就会显示出来。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文字很长。因为一开始光要搞定这个文字的识别，我就搞了好几天。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荧幕上的时间，现在是1点49。要识别这个15分钟的影片，我们看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现在50分了，那我们按 Enter， 接下来就让它去识别。主要的语言就是 JP 嘛，就是日文。那这个就是它识别出来的日语。那我把它设计成整个流水的识别效果，就是我们一开始进行翻译的时候，大致上看一下翻译文字正不正确。一发觉不正确，我们就马上停掉，然后修正一下我们的指令。前面我也把它设计成 GPU 的执行效果啦。15分钟，我们大概只花了2分钟左右的时间，字幕档就识别完成了。接下来第二阶段，我们就是直接把它翻译成中文。因为我用的都是免费的啦，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一些翻译出来的意思是蛮奇怪的。我测试过，它在翻译成繁体中文的话，这个时间会很久，它比识别影片花的时间会更多。繁体识别的部分会这么慢，最主要的原因是你如果没有设定一些指令，就是让它一句翻完以后再接着翻下一句，你如果一次性丢给 AI 下去做翻译，这个很容易出问题，它可能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断句，或者是它整个就会崩溃的样子。所以我后来把它设计成只能够一个一个下去做翻译。这个跟我电脑的配置也有关系啦，因为我电脑配置其实不是很好。那这边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是1点58分。那我们15分钟的影片需要大概8分钟的时间才可以完成。那因为它整个视觉效果不是我要的，我想要的视觉效果是让它有一个对照，这边是中文，这边是日文。反正第一阶段我们就是先求让它可以正常的翻译完成，翻译出来这边就会有3个字幕档，第一个就是日文的，第二个就是中文的，第3个就是双语字幕。那我把它设定成中文在上，日文在下，这样子。有的字幕我们就把它导入 Uptime， 可以正常导入。那我们先给它分一下位置，那我先稍微把它设计一下啦。接下来我们先测试一下，看它的音频截出来正不正确。这边因为担心影片有版权的问题，所以我要将影片速度加快一点。这边断点就比较奇怪了，这边翻译就比较奇怪。这边应该要分段了，结果它是输出一整段这样子。这边就更夸张了，它整个一长段，然后名字没有识别出来。这边就还可以接受了。那大致上是这样子啊，这边奇怪的断句太多了，反正整个影片都有翻译出来了。接下来就是慢慢调整一些参数，这边就更奇怪了，它这一长条的，
有完整将整个影片识别出来啦，只不过整个断句啊、字幕的对齐啊，然后有一些字就翻译得很奇怪。那目前大概是这样子啊，因为后面这个画面比较成人级的，所以就毕竟我的频道是比较正经一点的，不太方便放出来。那我这边有改了一下界面，就是让这个系统的硬体显示出来，然后它就把其他的一些运算的核心又忘记写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用 AI 写脚本的一个缺点。然后这边的话，我有修改这个灵敏度，所以识别出来也不可能再一个一个看啊，因为这个后续要花很多时间下去做校正。那另外就是改了这个一个双语翻译流水对照，下面是日语，上面是中文。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看，像这个翻译很奇怪的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再重新做一个修正。翻译的速度还是很慢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有一点奇怪的，我们就直接把它关掉，然后再进行修正。那我这边再重新将整个界面做一个设计，基本上会有电脑的配置、导入的功能，方便你如果要自己做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只不过我们这边会变得很奇怪，就是它相同的它会重复性写出来，不过这个不影响然后还有一个功能是我们先执行，我们注意看这个资料夹这边我的设计是识别日语完成后，先导出日语的字幕档，这样子先把它进行一个储存那这个看起来就很明显有问题了。然后储存完以后再继续进行翻译你看它每一次设计出来的一定不一样，刚才是上下，现在是左右。那这个翻译有问题，我们就直接把它关掉。我要的就是先储存日文的，最后就是中文跟双语的。那这边的脚本设计，它这边应该是没有问题啦，有问题的应该是这边啦。它设计出来就是会有重复性不过这个不影响。我们这边给它改成，我们先改成这样子。接下来我们就是让 AI 下去做脚本的设计，接下来我们就是去修改我们的脚本那这边直接按 Ctrl+A 全部贴上。启动翻译机这边如果也有写的话，我们要连同这边一起改。那接下来我们就启动，它这边又有乱码了。那本来这一个是设计出来要翻译日文的，然后我有尝试导入我的影片这个是中文的，这个是2分钟而已，我们先测试一下，它也是可以识别中文的影片。那目前看起来它识别出来的结果还是不错的。那我们这边已经识别完了，因为它后面这边是翻译啦，所以我们这边就不用管它了，因为我们的字幕档已经出来了。那我原始的影片已经有制作字幕档了嘛，所以我们来对照一下看它的段落。今天是2026年3月6号星期五，有收到一台 A3 的护背机，收回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加热，想说本来要把它拆掉，拆掉的时候发觉它的整体的结构跟原理其实很简单。目前看起来它的效果是抢快。确实没有错，它会有一点点抢快的问题。那我也有尝试导入过英文，它英文也可以。那我这边修改一个新的数据，那我们用这一个数据来翻译英文看看。我们刚才这边有一个乱码，然后我重新请 AI 写了一遍，然后那个乱码又不见了。因为我都是用 Google 的 AI， 然后它这边会跟你讲，它是 AI， 有可能会出错，不是有可能，是绝对会出错，而且出错的几率高达50%这是我这几天测试下来的结果。我找了一个我喜欢的木工大神的影片他最近做了这一个，他这个影片大概18分钟，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好，直接把它拉进来。像这个英文数字也是很长的，因为我把它设计成不限字体、不限特殊的文字这样就可以执行这个界面。后来我是把它设计成先识别，看它是什么语言，它就识别出英文来了因为18分钟了，所以这个翻译的过程可能会比较久一点。这边已经识别完成了，因为一开始我的设定是要将日文
翻译成繁体中文。所以只有刚才在测试中文的影片的时候，翻译的流程要修改以外，像英文这个就不用，因为目前翻译出来它还是繁体的中文，所以这一款刚好可以适用于日语跟英文的影片下去做一个翻译。只不过现阶段免费的版本还是会卡在字幕无法对齐的部分。那我有尝试要让它对齐啦，导入一些免费的。不过碍于我这个系统的配置，它的执行效果非常糟糕，而且速度说实在的，可能翻译一部1-2个小时的影片，可能就要花上一整天。所以这方面是我目前比较没有办法克服的啦。那我现在就是用一些指令，让它可以正常的翻译完成，不追求它翻译的速度。所以目前这个设计还是卡在翻译的速度，因为你看一下18分钟的话，估计啦，它光翻译可能就要翻译大概同样的时间。我是把它设计成一句翻译完，再接着翻译下一句。你如果电脑配置好的，你可以比如说一次丢10句，让 AI 去翻译。然后翻译完写上去以后，再接着翻译下10句，然后最后做合并。那我会设计成这样子，就是一开始我也是这样子设计，然后它就是一段正常，一段不正常，一段正常，一段不正常。像这边出现了达到翻译频率的限制，然后我就跟 AI 讲，一旦达到的话，我们就先重整或者是释放。好，然后释放完成以后，它这边就会开始再重新翻译，看一下。这边嘛38，然后重整完以后39，这样子可以确保我们整个翻译过程是不会有问题的。既然我们这一个已经在翻译了，我就让它翻译完成。这个影片毕竟是英文的，后续要看的话，我还是要进行翻译。那我这边有限制一个3G，然后每1分钟显存自动清理，目的就是为了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我还可以执行其他的工作。那目前我个人认为字幕对齐的方面，我认为剪映这一方面做得非常不错，因为我所有的中文的影片全部都是用剪映，或者是英文的我也会用剪映，这个不得不称赞啊，自己做了这个程序以后才可以体会人家设计这个确实设计得非常不错。这边的翻译字幕比较多，所以再次达到一个限制完以后再继续翻译。这是我会设计一句一句这样翻译的用意啊，要不然每一次翻译到一半它就出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等它翻译完的结果，应该快结束了。它的原始档只有118段。那我们这边已经翻译完成了，翻译出来的结果，这边有中文，这边就是中文跟英文的对照，那一样。那我们先大概听一下。I've had my X2B3 laser for a few weeks now in my shop, and in this video I'll be showing you some of the advantages of having a tool such as this in a woodworking or DIY workshop. Needless to say, this laser is perfect for art projects with almost all kinds of materials, like I showed in previous videos. Also, it will allow you to improve some work processes to build all kinds of furniture. 大概是这样子，我稍微看一下它的字幕跟音轨的对齐，看起来英文好像对齐的比较好一点，它这边有一点没有对齐到。那我们看一下到最后，这边就比较奇怪了，这边就更奇怪了，整个没有切断，就一直跑到这边。I'm going to divide the vector into several layers to organize the cuts. Okay. 照理来讲，这边就要切断了，它识别出来好像是同一段，到后面就慢慢出问题了，它会跟环境音结合在一起。我也有导入免费的环境音识别的功能啊，只不过免费的还是有一点不太好。像这边环境音的部分就会把它融合成一段，最后这边就效果也不错了。反正就免费的能做到这样子，我觉得可以了啦。目前这样子测试起来，效果我个人是还可以接受啦。只不过整体的功能性以及字幕对齐的部分，这个可能要花非常多的时间下去做校正。另外也是取决于电脑配置的问题啦，我没有办法用比较大型的模型下去做测试，因为现在的人声识别或者是环境音的消除，或者是字幕对齐的模型，现在在网络上非常的多，所以对制作这方面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尝试看看。那最后就是你要针对你的
硬体配置下去做一些功能性的修改。比如说像我这一次的影片，我是一边进行影片识别以及字幕的制作，那我又开了一个桌面录影的软体，这个会对 CPU 以及 GPU 来说压力不小，所以我这边会设计一个显存自动清理的一个相关设定。当然你如果电脑配置好一点的，你就可以尝试用比较大的模型下去做设计，说不定设计出来的效果就会更好了。那我这一篇影片语音识别、字幕档制作、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敬请订阅和分享，谢谢。